晚宴过后，地狱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便纷纷离去。毕竟除了4大地族之外，地狱府与妖蛟王族都是倾巢而出，他们也怕天道府与人王府报复，所以必须回去镇守才行。而此刻，落空大人也是将梁华大人以及楚风叫到了一处。落空大人，不知发生何事了？楚风问道。他早就看出来落空大人心里有事，而此次单独叫他，定是有事要说。这些话其实有些难以启齿，可是为了大局考虑，我却不得不说。楚风小友，梁华，我必须要带走了。落空大人说道。莫非是远古精灵与暗殿的战事不利？楚风问道。的确，月下迷宫之前，暗殿只是牵制我远古精灵，月下迷宫的战役之后，他们才施展出了真正的实力。暗殿实力很强，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加上远古凶兽不断投入战场，我远古精灵现在急需梁华回去镇守。落空大人说道。远古精灵不是有克制远古凶兽的方法吗？难道不管用了？楚风问道。上次在月下迷宫，远古精灵吃了远古凶兽的亏，楚风觉得只是远古精灵没有准备，但是现在暗殿已经全面的向远古精灵发动进攻，不断的攻打远古精灵的各个要地，并且月下迷宫之后便开始大量的动用远古凶兽来攻打远古精灵。这种情况下，远古精灵应该早该动用他们那可以克制远古凶兽的金钟才是，而现在战事仍然不利，那便只有一种可能，金钟对远古凶兽已经无效了，没用了。不知道暗殿对远古凶兽用了什么手段，现在我远古精灵已经没办法克制远古凶兽，只能正面交战。落空大人摇头叹息，想不到我们还是低估了暗殿。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紧皱。之前他们一直觉得是暗殿害怕远古精灵，但是现在却是暗殿主动攻打了远古精灵。若是远古精灵都撑不住的话，那5只圣徒还有谁能暗殿一战？还有谁能阻挡暗殿？而见楚风闷闷不乐，落空大人还以为楚风是担心梁华大人走后没人守护青木山，于是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这次率领这么多人前来，就是因为国王陛下吩咐将你青木山所有人接入我精灵王国之中，而精灵国王内有着远古大阵，所以在那里绝对安全。这倒不用，落空大人，远古精灵可守护我青木山一时，可无法守护青木山一世。梁华大人，您放心的带走。至于青木山，我可以保此处安全。楚风说道。你可以保青木山安全？听得此话，落空大人则是为之一愣。楚风如今的实力虽然已是很强，可是几番交手下来，他却深知暗殿的实力。莫说楚风，如果暗殿真的想要对付青木山，梁华也是守不住，因为他们现在很被动，暗殿的大本营在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可是远古精灵的各个要地就摆在那里，暗殿想什么时候攻就什么时候攻，暗殿想攻哪处就攻哪处，而远古精灵只能被动的挨打，却无法主动进攻。所以，若是暗殿殿主亲自光临青木山的话，青木山自然是要灭亡的。落空前辈，我研究出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可抵挡5帝巅峰的攻击，而现在有练兵、无量、雪发、张明这几位前辈帮我有90%的信心将这座阵法布置成功，所以你放心的带梁华大人走吧。至于青木山，你完全不必担心。楚风说道。真的？你竟然研究出了如此厉害的大阵？听得此话，落空大人也是一脸惊讶。千真万确，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来与落空前辈开玩笑？楚风点头说道。楚风小友，你到底还有多少手段，是我还不知道的？落空大人感叹不已，他已经看出来楚风不像是开玩笑的，可正因为楚风不是开玩笑的，他才发自内心的对惊叹楚风的才能抵挡5帝巅峰攻击的阵法。他精灵王国内的确有，可也只有精灵王国内有，那是远古精灵的祖辈人物布置的，据说传自远古。可是现在楚风竟然也研究出了这样的阵法，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若是这阵法布置成功，我青木山也会做同盟该做的事，去支援远古精灵。楚风说道。大战已然开启，作为同盟，楚风虽然担心亲人的安危，可却也知道他们不能一直龟缩一处，他们也当与远古精灵并肩作战。虽然加入战场会有伤，会有亡，甚至与楚风至亲之人也可能会死，可这场战斗楚风必须参加，只要楚风参加，那些与楚风相关之人也都会参加。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因为这决定着5只圣土的众生的存亡。楚风非常清楚，若不灭掉暗殿，5只圣土会有很多人惨死，而若是暗殿胜了的话，那么5只圣土怕是将要生灵涂炭。楚风小友，那我远古精灵便等着你们的到来。落空大人拍了拍楚风的肩膀，他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他自战场而来，非常清楚现在远古精灵的情况。而青木山虽然无法与远古精灵相比，可也算是高手云集。若是青木山的这些高手能够加入战场，那对如今的远古精灵来说，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助力。决定之后，落空大人与梁华大人当晚便率领着远古精灵的大军离开了。毕竟战事吃紧，他们一刻也不想耽搁。而落空大人走后，已是深夜，楚风却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始终牵挂着苏柔与苏美。心烦意乱之下，楚风走出青木山，想要寻得安静之处静一静心。而当楚风来到一座湖边时，却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雪刀狂魔。雪刀前辈看到雪刀狂魔，楚风顿时神情微变，因为此刻雪刀狂魔不禁站在湖边，在他的身前还摆着数个灵牌，在那灵牌摆着诸多祭品。雪刀狂魔显然是在祭奠着什么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楚风发现雪刀狂魔这位活了多年、向来冷酷的老者，竟已是泪流满面。楚风本不想打扰雪刀狂魔，然而就在楚风准备离开之际，雪刀狂魔却是忽然发现了楚风。前辈，您这是？见状，楚风只得飞落到了雪刀狂魔的近前，询问起来。这些都是我的家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所以我便在此祭拜一下。
雪刀狂魔擦拭掉脸上的泪水，强挤出了一抹微笑。忌日，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神情一变，这么多灵牌，俨然是一个家族。可是雪刀狂魔却说这是他们的忌日，这便说明雪刀狂魔的家人是死在同一日。这么多人死在同一日，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是被人所杀。前辈，是何人杀了他们？楚风凝重地问道。是战苍天。雪刀狂魔说道。战苍天？可是五大恶人之首的战苍天。楚风确认性地问道。除了他，还会有谁做得出如此残忍之事？雪刀狂魔说道。前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楚风追问道。当年的战苍天还未名扬天下，而我也还年轻，行走天下之际，偶遇战苍天行恶，想要屠灭一家人。我见那家人不似恶人，而战苍天却手段凶残，便与其交手，想要阻止他行凶。而我们二人交战一番后，他并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伤之际，便忽然问我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可敢告诉于他？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又行如此恶事，本想当场了断他，就算告诉了他我家在何处，那又如何？于是我便说了，可不曾想这战苍天竟是一位戒灵师，且身怀至宝。最终他凭借至宝的威力逃走了。逃走之后，我本没有放在心上，可当我回家之时，却发现我的家人全部被杀了。那一日，我的大儿子只有4岁半。雪刀狂魔抚摸着一个灵牌，手掌开始颤抖。至于小儿子，随后雪刀狂魔抚摸起另一个灵牌，看着那个令牌，他苍老的眼中再度泛起了泪光，以颤抖的声音说道：他才出生1个月，而在他生前，我都还未见过他。而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是被大卸8块，连个完整的肉身都没了，并且我家的所有年轻女子生前都遭受到了战苍天的，尤其我的妻子和我妹妹。他们话到此处，雪刀狂魔已然开始哽咽。该死！听得此话，楚风顿时满目寒光。尽管雪刀狂魔没有将话说完，可楚风却也能够猜到，他的妻子与妹妹绝对不仅遭受了，死的一定很惨。而楚风最憎恨的便是欺负老人、欺负女子、欺负孩童之人。而这战苍天可谓将所有不该杀的全都杀了，并且手段竟是如此残忍。这还只是战苍天对雪刀狂魔家人所做的事。这么多年来，战苍天杀过的人数不胜数，可想而知，他究竟造了多少孽恶人。这绝对是真正的大恶人，罪不可恕，不可原谅。前辈，那后来您就没找过战苍天？楚风问道。找过，怎么会不找？自那一日之后，我在未婚娶，也不与人打交道，除了修炼，就是在寻找战苍天。可是没有想到，我这一找，居然找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未曾找到战苍天。雪刀狂魔说道。怎么会这样？战苍天不是5大恶人之首吗？这些年来，他应该做过很多恶事才对，而且他还收了弟子，难道就一点也没有他的线索？楚风感觉很是不可思议。雪刀狂魔的年龄可不小了，而他家人被害，还是发生在他年轻时候的事。这说明他寻找战苍天，寻找了一辈子，可居然一直没能找到，并且在此期间，战苍天还一直在5之圣土为恶，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在5之圣土出现过无数次，几乎每次出现都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恶事。可恶事做过之后，他虽然会留下他的名字，但却从来不会留下任何关于他踪迹的线索。想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无名之辈，但是现在他早已是臭名昭著，名震5之圣土的5大恶人之首。死在他手中的无辜之人简直数不胜数，就连当初我第一次见到战苍天之时，从他手中救下的那家人，后来也被战苍天所杀，并且死相，所以我才恨我自己无能。雪刀狂魔的眼中满是怨恨，那不仅是对战苍天的怨恨，同样也有对自己的怨恨。您既然见过他，应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您告诉我，我帮您找他。楚风说道。得知战苍天的所作所为后，楚风觉得这个家伙绝对不能饶恕，而只要知道他的样子，哪怕只是年轻时的样子，楚风只要见到他，也可以看穿他的模样。没有，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便戴着面具，我根本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战苍天究竟长成什么样子。雪刀狂魔说道。怎么会这样？楚风很是吃惊，随后心中叹道，看来这战苍天是一个非常谨慎之人，在他准备作恶的时候，就会隐藏真容，这的确不好办。楚风小友，不过只要我还活着，就还有机会找到那战苍天，我心中就还有希望。而事实上，我本是将死之人，是你帮我续了命，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你。你若不嫌弃，我愿意加入你青木山，不是做挂名长老，而是就做你青木山的长老。雪刀狂魔说道。之前他不加入青木山，是因为他当众斩杀了天道府的长老，所以怕天道府寻仇于他，从而牵连了青木山。而现在青木山与天道府的关系已是这个样子，他的这个担心也就不再成立，所以便可以无所顾虑地加入青木山。雪刀前辈肯加入我青木山，乃是我青木山的福气，我怎会嫌弃？楚风说道。楚风小友真是太看得起我了，不过我既是青木山的人，就一定会守护青木山的尊严，不容许任何人对青木山不利。只是我还要去找战苍天，虽然加入青木山，他也是不能一直在青木山做事，所以这一点还请楚风小友多担待。雪刀狂魔说道。战苍天作恶多端，他活着对5之圣土的所有人都不利，若能除掉他，乃是5之圣土众人之福。所以雪刀前辈，你不用为青木山做事，可以尽情的去找战苍天，这就是你最重要的任务。我这里还有2个蟠桃，您老也都服下吧。楚风又取出2个蟠桃，递给了雪刀狂魔。楚风小友，这可万万使不得，蟠桃如此珍贵，你之前赠我3个，我已是感激不尽，这2个我是万万不能再要。雪刀狂魔连连推脱。前辈，我再赠你2个蟠桃，并非是同情您，只是想感谢您。楚风说道。感谢我？雪刀狂魔很是不解，若不是您惩恶扬善，
就一个与您本无关的家族，您的家人也不会惨死。您是有善心之人，否则也不会惹此祸端。我是替天下之人，感谢你。楚风强行将这2个蟠桃塞入了雪刀狂魔的手中，随后楚风便转身离去，因为他怕雪刀狂魔拒绝。而在楚风走后，雪刀狂魔手握2个蟠桃，愣了好久，许久之后，他才擦拭了一下泪水，随后看向身后的诸多令牌道：“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次日清晨，楚风便将练冰仙人、无量仙人、雪发仙人、张明这几位龙纹界灵师叫到了一处。什么？楚风，你要将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全部融入体内？此刻，这几位龙纹界灵师皆是一脸吃惊。五行秘籍藏着一个宝藏，我要得到它。楚风说道。可是五行秘籍无法同存一体。练冰仙人说道，并非无法同存一体，只是对于人体的灵魂要求比较高而已。而我想试一试。今日之所以将诸位前辈叫过来，就是想请前辈帮我一个忙。楚风说道。什么忙？练冰仙人问道。我若真的失败，请前辈们帮我在青木山布下那座守护大阵，保我青木山安宁。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这是何必呢？就算你想要对付暗殿，可也不必如此心急啊。练冰仙人等人仍是极力相劝，他们都不希望楚风冒这个风险，因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尽管楚风已经成功的让水仙奥义术与火仙奥义术同存于他的体内，可是那不代表楚风可以让五行秘籍全部融于他的体内。毕竟自古以来，很多人尝试过将五行秘籍融入体内，可是做到最好的也只是融合了3个秘籍而已，但是却在融合没有多久便爆体而亡，终归还是失败了。诸位，既然楚风小友心意已决，我们再劝也是没用，与其给他施加压力，还不如支持他，给他一些动力。就在此刻，无量仙人说道。无量，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自然是要支持楚风，可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支持他吧。我们明知道这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却还让楚风去做，这不是害了他吗？雪发仙人极力反对，甚至在无量仙人支持楚风后，他还对无量仙人施加脸色。至于练冰仙人，他们倒是没有像雪发仙人这样激动，可是脸色也都不太好。他们都与雪发仙人一样，不希望楚风做这种危险的事。其他人做不到，不代表楚风小友做不到。在此之前，有人可以研创出抵挡5帝巅峰的大阵吗？没人做到吧？可是楚风小友做到了。而地狱府府主为何要将土仙奥义术赠予楚风小友？其实他也是想让楚风小友解开五行秘籍之谜吧。无量仙人说道。你懂个屁！雪发仙人气得爆出了粗口。你真是无可救药。无量仙人冷哼一声，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老夫支持你，多谢前辈。楚风对着无量抱了抱拳，随后又逐一对练冰仙人、雪发仙人他们抱了抱拳，说道。前辈们，若我失败，那大阵就靠你们了。随后楚风也不管几位是何反应，而是又将那大阵的布置图勾画而出，开始为这几位龙纹界灵师讲述着大阵的各个要点。见状，练冰仙人、无量仙人他们也是仔细的听了起来。尽管这布置图已是将这复杂的大阵最大限度的简单化，可是若让他们布置，还是有着很大的难度。而在楚风的一番讲述之后，则是让他们茅塞顿开，很快的便理解了之前所无法理解的地方。至于他们如此认真的听，想掌握着大阵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也知道楚风是心意已决，他们是无法阻止楚风的，而他们也是真的怕楚风失败，所以不想楚风死后青木山无人守护。所以他们尽管没有答应楚风，可若楚风真的出现什么3长2短，他们还是会在青木山上布置出这座大阵，守护青木山的众人花了足足2日2夜的时间。楚风总算将那大阵的要点全部告诉了练冰仙人他们。楚风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为了预防万一，他并不是觉得自己融合剩下的3个秘籍是必死无疑，甚至楚风有着很大的把握。毕竟当初融合火仙奥义术的时候，楚风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这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精神力与灵魂还是很强横的，至少可以抵挡五行秘籍那种压力。而当练冰仙人他们离开之后，楚风并没有犹豫，而是立即紧闭房门，将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取了出来。不过楚风也用特殊的手段将女王大人从自己的界灵空间取了出来。同样的，楚风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若是真的那么不巧，楚风失败了，那他是要死的，而他可不想让女王大人与他一起死。我的女王大人，若是我真的死了，希望你不要怪我，并非是我急功近利，实在是眼下的局势不妙。若是远古精灵抵挡不住暗殿的话，就算我能布置出抵挡5帝巅峰的大阵，可也无法阻挡暗殿一事。我必须尽快成长起来，帮助远古精灵击溃暗殿，这是我的职责。毕竟暗殿殿主乃是我的同族族人，而眼下这五行秘籍是我最大的机会，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楚风看着沉睡的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随后楚风便当着女王大人的面解开了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以及土仙奥义术3大无上秘籍，同时解封。这座大殿之内顿时风起云涌，一股磅礴的威势顿时凭空而现。很快的，3道气势磅礴的身影便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这3位个个仙气十足，那正是金仙、木仙以及土仙的本体。好小子，你这是要挑战我们5仙啊！3仙现身之后，看着楚风却并没有太多的意外，似乎他们早已经知道他们是怎样落入到了楚风的手中，并且知道楚风想要做什么。3位前辈，还请助晚辈一臂之力。楚风抱拳说道。虽然这3位皆是秘籍，可在楚风来看，他们皆是前辈的身份，毕竟他们可是远古时期的产物。小子，本仙废话不多说，但我欣赏你的这份勇气。既然你心意已决，并且已融合了水仙和火仙，那你也具备挑战我们5仙的资格。所以你若真的要试一试的话，那便从本仙开始吧。我也想知道
你小子到底有没有这份能耐？能否抵挡得住3个秘籍的压力？金仙傲艺术抢着说道，他是想让楚风先将他融于体内。前辈，我准备将你们3位同时融合。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3大秘技皆是大惊，反正结果只有2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我不想浪费时间，3位前辈，你们一起来吧。楚风说道。小鬼，你在说什么？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此刻3大秘技也是一脸的吃惊，若是一个一个来，楚风还有放弃的机会，可是3个一起来的话，楚风可真就是放手一搏了，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前辈们，远古之后过了数万年，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五行老祖究竟在你们的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秘密吗？我相信你们很想知道，而我更想知道。我现在就要解开这个秘密，而我需要前辈们助我一臂之力。前辈们，请吧。楚风说话间闭上了双眼。好，既然你有如此勇气，我们便成全你。此刻3大秘籍的眼中皆是涌出了一抹决意，随后3位皆是化作一道流光，一同涌入了楚风的体内。而这一刻，楚风那紧闭的双眼也是猛然睁开。此时此刻，楚风的体内风起云涌，5道磅礴的能量体正在体内汇集，而这5道能量体相融合的力量异常的恐怖，融入楚风全身各处，甚至进入了楚风的丹田，就仿佛随时都会轰碎楚风的肉身，粉碎他的灵魂一般。可是楚风却是紧咬牙关，不肯放弃。他知道事成事败在此一举，而楚风倔强的坚持源于2点：一，他非常想成功；二，他对自己也是有着绝对的自信。然而忽然之间，一声巨响自楚风的体内横扫开来，与此同时，一股由金木水火土5种力量所汇集而成的磅礴的能量体，更是瞬息吞没了楚风所居住的宫殿。这宫殿的建筑材料本就特殊，更是加持了结界，本是极为强横。可是，在那股五行能量的面前，脆弱不堪，宛如泡沫一般，瞬间便被摧毁成渣，并且那股五行能量仍在扩散，所过之处皆是飞沙走石、狂风残卷，一切的一切，只要被这能量吞没，定然飞灰烟灭。好在楚风所住的地方是一座独立的领地，面积极大，并且楚风如今心情不好，独自居住，也没有人伺候着。周围这方领地的所有建筑都被摧毁，但却并没有人为这股五行能量而献出生命。怎么回事？忽然之间，一股磅礴的能量体冲天而起，这让位于青木山的所有人都是震惊不已，还以为是有敌来袭。毕竟他们与天道府和人王府的战斗才刚刚告一段落，没有人可以确定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大军是否真的离开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慌了，甚至有些长老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这倒也不能怪他们，而是那五行能量实在太过恐怖了一些。糟了！可是如练兵仙人这些大人物看到这一幕后，却毫不犹豫地向那五行能量飞掠而去。他们都已经猜到了，很可能是楚风强行融合了五行秘籍，但是眼前的局势显然是不妙的。只不过当练兵仙人他们靠近后，却也无法冲入那五行能量。那五行能量贯彻天地，化作一团巨大的漩涡，正在天地之间滚滚旋转。那股能量是致命的，哪怕是练兵仙人他们也根本无法冲进去。若是强行闯入，必死无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很快的百里玄空以及南宫龙剑他们也都赶了过来？虽然楚风准备融合五行秘籍的事情并没有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也从这股恐怖的能量之中猜了出来，的确是楚风。楚风刚刚找过我们，说要融合五行秘籍，并且为此还告诉了我们布置那防御大阵的方法，就是想要在自己失败的时候让我们帮他布置防御大阵，守护青木山。练兵仙人说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楚风居然不提前与我说，这孩子他确定猜想百里玄空很是痛苦。楚风不与你们说，也是怕你们担心和阻拦他吧，毕竟这很危险。练兵仙人说道。可是百里玄空没有继续说，他怎么会不清楚楚风的想法？只是楚风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之前，还想着青木山的安危，这让身为青木山掌管者的他惭愧难忍，极度自责。好了，不要说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楚风的安危。雪发仙人大喝道。而这一刻，所有人都不再说话，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恐怖的五行能量。如练兵仙人等戒灵师，则是用尽自己的观察手段去从中寻找楚风的身影，而如南宫龙剑这些修武高手，也是用自己的感应手段去感知楚风的存在。只是越是观察，人们越是不安，因为除了那五行能量的恐怖之外，他们什么都感受不到，他们根本就无法寻找到楚风的气息。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等待那能量消散。终于，这股五行能量存在了足足1日1夜之后，终于开始消散。它消散得很快，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半个片刻的功夫而已。只不过当这股五行能量消散之际，在场之人无一不是面如死灰，眼中尽显绝望之色。如百里玄空这些与楚风关系极好的人，更是忽然瘫坐在半空之上，整个人都傻了。五行能量消散之后，在地表之上留下了一个巨型的大坑，虽然大坑深处热浪滚滚，可是人们根本就找不到楚风的身影。楚风不见了，不止找不到楚风的踪迹，就连楚风的气息也是感受不到。这样的结果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因为这很有可能说明楚风失败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已然融合五行秘籍失败，已然死去之际，忽然狂风大作。那狂风之强，就连诸位强者也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修为差一点的甚至被吹得连连后退。并且很快的，那狂风之中出现了5道能量，与狂风交融，霸气非常。那乃是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5种能量宛如漩涡一般交融在一处，很快的进化作一个人形。而当此人面容浮现之际，人们才惊愕的发现，因为此人乃是楚风。楚风，真的是你？你真的没死？
见到楚风，众人狂喜不已，纷纷冲了上去，开始仔细地打量戚楚风，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楚风之前的确消失了，莫说肉身不在，连气息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诸位前辈，害你们担心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楚风笑着说道：“到底怎么回事？你刚刚怎么不见了？而且你的肉身是炼冰仙人。”本来想问楚风的肉身为什么是由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凝聚而成的。前辈，您指的是这个吧？楚风说话间，忽然身体分解，化作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体，而5种能量体很快便化作了5道人形。那乃是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5大秘技，而很快的5大秘技又相融到了一起，恢复成了楚风先前的样子。亲眼看到这一幕，人们更为吃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怎么可以化作5行秘技？最重要的是，楚风师展出了金木水火土5种秘技，难道说楚风已经成功的融合了5行秘技？我想是5行秘技得到了提升，只要我想，可以化作5行秘技，但同样的也可以与5行秘技同存。换句话说，5行秘技不仅是一种攻击手段，同样也是一种保护我的手段。除非修为境界比我高出很多，否则我的肉身就可以如5行秘技一样不死不灭。楚风说道。竟然这么撂的！听得此话，炼冰仙人百里悬空脸上的震惊之色以及喜悦之色皆是更为浓郁。等一等！就在此时，无量仙人忽然开口，且问道：“这么说来，你已经成功的融合了5行秘技？”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因为他的确成功了，所以此刻的他也是心情大好。楚风，你这小鬼可真是让本仙刮目相看。听得此话，雪发仙人竟一把将楚风给抱住了。与此同时，其他人皆是狂喜不已。5行秘技自远古时期便存在于5之圣土，这么久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将5行秘技融于一身，哪怕曾引领了5个时代的5位帝王也是不能。然而现在楚风却成功了，这叫他们怎能不喜？楚风，我真是以你为傲，为你而感到自豪。此刻，百里悬空这位活了近万年的人物，竟然激动地泛起了泪光，这是激动的泪水。当初楚风还未成长起来，他便是楚风为希望，孤注一掷地为楚风撑腰做主，甚至不惜与4大帝族为敌。而现在，楚风不仅没有让他失望，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那种感觉只有他懂。但是他是真的以楚风为骄傲的。事实上，不只是他，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为楚风而感到骄傲，以帮过楚风而感到自豪。楚风，那么5行秘技之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到底有着怎样的宝藏？无量仙人追问道。到底有着怎样的宝藏？我目前也不知晓。楚风摇了摇头。怎么会这样？难道说5行秘技的传说是骗人的？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吃了一惊。很有可能，毕竟5之圣土上的很多传说都是假的。炼冰仙人说道。只是这5行秘技不能同存一体却是真的。维利奥得到那宝藏，多少人以身犯险，只是却最终丧命。到底是谁散播的谣言？这简直就是害人嘛！雪发仙人气得咬牙切齿。不，绝对不可能是假的。5行秘技的传说乃是真的。楚风，你再仔细想想，真的没有得到什么新消息吗？无量仙人问道。是啊，楚风，你再好好整理一下脑海的讯息，看有没有漏掉什么。见状，其他人也是问道。虽然楚风成功融合，可毕竟是貌似才成功的，他们也都不希望楚风最终是一场空。诸位前辈，我已经说了，是目前还不知道，但相信很快就知道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道：“前辈们，随我来。”楚风说话之间，便前往了青木山的远古遗迹，而众人也是一路跟随。进入远古遗迹之后，楚风布置了一座阵法，这阵法很是简单，莫说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就算是金袍界灵师，也可以轻易的布置而出。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简单的阵法，当其布置而出后，却在这远古遗迹之中掀起了一场显然大波。一时之间，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能量体开始自远古遗迹4面8方汇集而来，融入那阵法之中。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虽然那能量体不是什么残暴的攻击性力量，但却也是非同小可，并且当那些能量体停止汇集之后，楚风所布置的阵法之内竟然出现了一个标志一样的东西。见到这个标志，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这个标志没人认得，并且看着很不起眼，但却蕴含着浓浓的远古气息。楚风将那标志取出，对众人说道：“再有4个这样的标志，我就能解开5行秘技所蕴藏的秘密与宝藏。这个标志竟然能够解开5行秘技的秘密，可是它怎么会出现在我青木山？”百里悬空很是吃惊，青木山传承了有多久？这里的远古遗迹就被掌控了有多久？可他们却从未发现与5行秘技有关的事。楚风，那你可知道其他4个标志现在何处？无量仙人追问道。知道。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了4个地方：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什么？居然是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听到这4座势力的名字后，所有人都是一愣。这4座势力，我懂了。百里悬空也愣了许久，而当他缓和过来后，则是感叹一声道：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我不知道，但我听我师尊说过，当年青木山的开山祖师之所以将此命为青木山，也是有所缘由的，并且据我所知，9世之中也唯有我青木山与那4座势力有远古遗迹。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切皆非偶然。我9世之中的5座势力竟然藏着关于一个远古时期的宝藏。百里悬空此刻很是激动，这一切真的是超乎了他的预料之外。可是知道后，却又恍然大悟，后知后觉。是啊，换作是谁都不会想到9世会与5行秘技有关，毕竟9世相隔那么远。事实上，此刻炼冰仙人等人也皆是倍感意外。楚风，那4个标志我们要如何取得？无量仙人问道。好办，我现在布置的阵法，诸位前辈可曾记下？
楚风问道：“那阵法太简单了，看一遍就记下了。”雪发仙人说道：“楚风，可是这样。”南宫龙剑布置出了一座阵法，与楚风之前布置的一模一样。虽然他的结界之术不如楚风他们，并没有达到龙纹级，可也是一位黄袍界灵师，这座阵法难不住他。没错，就是这座阵法。楚风说道：“不需要其他手段，只是这样就可以。”南宫龙剑问道：“无需其他手段，只要进入远古遗迹，布置此阵，便可凝聚标志。”楚风说道：“这样的话倒是简单，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前往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去取标志。”无量仙人说道：“只是远古遗迹乃是禁地，我们总不能说取就取吧？”雪刀狂魔说道：“别看他平日里很是霸道，但实际上却也是个讲理之人。其实简单，如今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这4座势力与我青木山的关系早就不同往日，我青木山还是有着一些话语权的。只要我写封信函和他们说一下，他们应该都会应允。”百里悬空说道：“那不妨现在便写。”雪发仙人催促道。见状，百里悬空也不怠慢，赶忙去书写信函，并且准备青木山特有的青木令。最终定下由南宫龙剑、雪刀狂魔、百里悬空、独孤星风这4位分别前往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这4座势力取标志。至于楚风与练兵仙人，他们为何不去？那是因为此次路途遥远，需要一些时日，而楚风不想浪费时间，想要尽快的布置好那座可以抵挡5帝巅峰的大阵，来守护青木山。楚风当真只要在远古遗迹内布置那座阵法，就可以获得标志吗？临行前，南宫龙剑再度确定性的问道。绝对可以，楚风确定的说道。那是不是说只要凑齐5个标志，便可以解开5行秘籍的秘密？雪发仙人问道。唯有融入我的体内，才可以解开。楚风说道。原来如此，众人放心的点了点头。若是只要得到5个标志，便可解开秘密，那么并不稳妥。毕竟目前为止，楚风手中只有1个青木山的标志，另外4个还没到手。可若是唯有楚风才能解开秘密的话，那他们便放心多了。毕竟就算出现意外，让其他4个标志落入他人手中，可他们却解不开5行秘籍的秘密，那也是无用的。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出发吧。南宫龙剑说道。南宫前辈，先等一等。楚风说话间取出了4把地兵，这4把地兵是从天道府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当日总共缴获了12件地兵，本是属于的玉府那6座势力的，可是他们非要与楚风共享，各自拿出1件给楚风，所以便有了这6件地兵。6件地兵，楚风给了百里悬空1件，又给了独孤星风1件，毕竟他们都是没有地兵的。至于剩下的4件，全部在楚风这里。而眼下，楚风将这4件地兵分别递给了南宫龙剑、雪刀狂魔、百里悬空以及独孤星风。楚风，你这是何意？南宫龙剑不解地问道。那4个标志是分别属于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的，虽然他们留着那标志也是得不到，就算得到了也是没有用，可是我们总归是不能白拿，这地兵就当做是对他们的补偿吧。楚风说道。楚风，不用吧，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这4座势力如此弱小，我们想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何必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换？这也未免太不值了。雪发仙人连连摇头，地兵何其珍贵，9世之中皆不具备。事实上，就算对于在场的诸位大人物来说，地兵也是极为珍贵的，毕竟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地兵的。前辈，我们不是土匪，怎能威逼人家？送去吧，唯有这样我才心安。楚风说道。楚风小有所说，即是我赞成他的做法。练兵仙人赞同的说道。我也赞成。百里悬空也是开口。在此之后，几乎除了雪发仙人，所有人都表示赞成。他们也都知道雪发仙人说的是事实，毕竟青木山如今实力如此之强，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这4座势力在青木山面前宛如小虾米一样的存在，根本没有话语权，想要什么直接去夺便是。可是楚风说的更对，那样强便是土匪，与暗殿有何区别？所以他们都很赞成楚风的做法，并且当楚风肯拿4件地兵这样珍贵的物品去补偿金甲城、玉水宫、火灵殿、咒土门这4座如今在他们眼中很弱小的势力后，只是经过此事之后，他们对楚风便再度刮目相看。这一次不是楚风的天赋，而是楚风的为人。想当初楚风还未成长起来，多少势力打压过他，咒土门便是其一。可是如今楚风已然成长起来，5支圣土那么多势力，有几个敢不给楚风面子的？但楚风却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欺压他人，这在强者位尊的武者世界中是很少见的，同样这也是很可贵的。决定之后，就在当日，南宫龙剑他们便出发了，而练兵仙人他们也是开始准备布置大阵的物品，准备布置大阵。又因为楚风刚刚融合5行秘籍，而接下来布置大阵，楚风又是主力，练兵仙人他们不想让楚风太过劳累，所以准备物品的事情他们便全部包揽了下来。此刻楚风终于可以清闲下来，他将心神投入界灵空间内，看着那仍在沉睡的蛋蛋，安心一笑，这才转身离开。看来此次收获注定不小。当楚风将心神投射回来时，脸上的笑容不减反增，那股巨大的冲击力将楚风的领地都毁了。那并非是楚风造成的，而是5行秘籍造成的。虽然在5行秘籍融合后得到了对5行秘籍新的使用方法，可楚风的修为却没有提升，那股恐怖的力量的确是5行秘籍造成的，而这也是侧面的说明5行秘籍的能量非常恐怖，只是楚风还没有彻底掌握。但值得一提的是，那股力量那般恐怖，摧毁了整个领地，可却没有伤害蛋蛋。
反而主动将蛋蛋融入了楚风的体内，这是很神奇也很不可思议的事。毕竟蛋蛋进入楚风体内的界灵空间，需要打开界灵大门，除了楚风，按理来说没人可以做到才是。可是那五行秘技所化作的能量却做到了，而且还是在其摧毁一切之际，将蛋蛋送到了界灵空间内，就好像是有意识的在保护蛋蛋一样。正是这种才让楚风意识到，也许五行秘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蕴藏着无法估计的力量。但是若是凑齐5个标志，又的确可以打开另一个宝藏。这也就是说，楚风将得到2个宝藏，所以楚风才觉得此次的收获极大。而当材料准备就绪之后，楚风便开始与练兵仙人等人布置那座可以抵挡5帝巅峰的大阵。这大阵太过复杂，哪怕楚风等几位龙纹界灵师联合布阵，可也需要不短的时日。时间如梭，一晃之间已是2个月后。此刻，在天道府一座禁地之中，则是发生着令人吃惊的一幕。这禁地之内不仅有天道府府主，还有人王府府主，但眼下这2位位于人族最巅峰的强者，却以卑微的态度半跪在地上。而在他们的身前站着3人，左边的乃是灭世仙人，右边的是那位神秘女子。至于中间这位，便是与楚风拥有相同血脉的暗殿殿主。殿主大人，我们无能，未能攻下青木山，未能杀了楚风，还请殿主责罚。2位府主此事早有商量，一同说出了这番话。你们若是攻下青木山，那我的计划便是失败了。暗殿殿主的面具下传出了一阵笑声。听得此话，2位府主皆是身体一颤，随之脸色大变，似是遭遇了重创一般，但最终还是忍住激动的情绪，低三下四地问道：殿主大人，属下不明白您的意思，不明白可以，但不要多问。暗殿殿主说道。可是此刻2位府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毕竟他们此次攻打青木山损失极大。放心，你们在青木山所损失的，我日后会加倍赏于你们。暗殿殿主说道。殿主大人，我还有一个请求。天道府府主说道。说。暗殿殿主说道。那楚风可否留给我，我要亲手杀了他。天道府府主恶狠狠地说道。他对楚风当真是恨之入骨，连做梦都想要杀了楚风，这怕是不行。他的命是属于我的，唯有我能杀他。暗殿殿主说道。听得此话，天道府府主看了一眼人王府府主，2人皆是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真的想不通，既然暗殿殿主不想杀楚风，为何又要他们去攻打青木山？这样一来，不是白白的损失了自己的战力吗？若没事，你们2个便下去吧。暗殿殿主挥了挥手袖子。此刻2位殿主的脸色并未好转，他们毕竟是高高在上的人物，如今却这样被人玩得团团转，很是不甘。没听到我说的话？见2人迟迟不走，暗殿殿主的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此刻夹带着隐隐寒意。这一刻，2位府主身体又是一颤，在那寒意的刺激下，他们想起了这位殿主的恐怖，于是再度施以跪拜之礼后，这才起身道：殿主大人，2位大人，那我们告辞了。殿主大人，我已收到密信。2位府主走后，灭世仙人那如女人一般的诡异声音随之响起，且将一封密函递给了暗殿殿主。暗殿殿主拆开之后，信函一个字都没有，可他却不慌张，而是布置了一座阵法。阵法笼罩信函，一缕气体便飞掠而出，融入了暗殿殿主的面具之内。而下一刻，暗殿殿主忽然自座椅起身，发出一阵大笑，笑声之响亮，回响于这浩瀚的大殿之内。此刻，神秘女子波澜不惊，脸上没有一丝变化，但灭世仙人却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暗殿殿主，似是想要知道答案。楚风啊，楚风，不愧是来自天外的种，你倒是超过了我的预期，给了我一个惊喜。而狂笑之后，暗殿殿主才开口说话：殿主大人，莫非成了？灭世仙人问道。楚风已经成功地融合了五行秘籍，我们的计划已成，要不了多久，我们便可以得知五行秘籍暗藏的宝藏究竟是什么了。暗殿殿主点头道。此刻的他尽管还戴着面具，可却也能够感受到他那喜悦的情绪。楚风竟然强悍到了这种地步。听得此话，灭世仙人的脸色很不好看，自己的儿子死在楚风手中，他对楚风可谓恨之入骨，而楚风居然可以融合五行秘籍，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很清楚，那五行秘籍，这位殿主大人也曾尝试着融合过，甚至为此还杀了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之前的3位拥有者。虽然暗殿殿主成功的将2个秘籍融于体内，可却无法融合第3个。可暗殿殿主在灭世仙人心中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而眼下楚风却做到了连暗殿殿主都做不到的事，这让他很是不安。毕竟几番交手下来，他对楚风也是越来越刮目相看，他怕继续下去，楚风迟早会超越他，那个时候他不但杀不了楚风，反而会被楚风所杀。怎么了，灭世？莫非你怕了？暗殿殿主问道。殿主大人，这楚风不好对付，这样放任不管，属下怕会养虎为患。灭世仙人说道。不必怕，楚风始终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若想杀，随时可杀，而且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允许你带我杀了他，来为你的儿子报仇。暗殿殿主说道。多谢殿主大人。听得此话，灭世仙人顿时大喜，因为他非常想亲手了断楚风，只是之前暗殿殿主一直说唯有他能杀楚风，这让灭世仙人很是郁闷，因为他是必须要亲手杀了楚风的，唯有这样才算替其儿子报了仇。可他却也怕杀了楚风后暗殿殿主会惩罚他，所以这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可现在暗殿殿主现在居然允许他杀楚风，他的心结便得以解除，可以毫无顾忌地折磨楚风。杀了楚风对他来说此乃大喜之事。只是殿主大人，属下还有一些事我不明白。灭世仙人继续问道。不明白什么？暗殿殿主问道。天道府与人王府也就罢了，毕竟他们若败，楚风肯定会逼迫他们交出秘籍，但是您怎么就能确定德玉府一定会将土仙奥义术交给楚风？灭世仙人很是不解地问道。
天道府与人王府攻打青木山会败，他理解，因为攻打的命令是暗殿殿主下的。可是，在下令之前，暗殿殿主就已经知道地狱府与远古精灵前往了青木山，再加上梁华他们都在青木山内，所以天道府与人王府攻打青木山不可能不败。只是这个计划的最开始就是要让楚风得到五行秘籍，促使他融合一体，这其中便有他无法理解的几个问题，那便是土仙奥义术如此珍贵，地狱府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赠送给楚风？这很简单，德玉府留着土仙奥义术其实无用，但楚风已得到4个秘籍，他又想与青木山以及远古精灵联盟，自然会用土仙奥义术来成人之美。暗殿殿主说道：“殿主大人深谋远虑，属下佩服。只是您是怎么知道楚风就能融合五行秘籍的？”灭世仙人继续问道：“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会成功，只是他毕竟来自天外，这就导致他远强于5只圣土的人，所以让他来融合五行秘籍，总是有着一丝希望的。没想到他还真的成了。”暗殿殿主说道：“原来殿主大人也不能确定楚风会成功，可是万一失败，楚风不就灭世仙人很是惊讶，失败就是一死而已，反正他早晚一死，难道我怕他死吗？”暗殿殿主又是一阵大笑，在笑声中表隐于虚空，远远离去。紧随其后的那位神秘女子也是跟着暗殿殿主走了。此刻这里便只剩了灭世仙人，但他的神情却有些复杂，他忽然觉得自己越发的捉摸不透这位殿主大人，但也正因如此，他才心甘情愿的臣服于对方，唯有这样的人才值得他效力。时间飞逝，转眼间又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足足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独孤星风总算是从咒土门赶了回来。其实咒土门距离青木山是很近的，让独孤星风去咒土门也是因为他修为最弱，所以让他去近一点的地方。只不过正因为独孤星风是几人之中修为最弱的，所以途中才发生了一些事，耽误了行程。不过他总归是成功拿到了标志，且成功的回到了青木山。回来之后，独孤星风直奔青木山的中心区域，可是还未靠近，他便忽然停止飞行，整个人如同石化一般定在了半空之上。此刻他本焦急的脸上涌现出了浓浓的惊叹之色，在他的前方本是一座浩瀚的广场，可是此刻却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堡垒。那堡垒不仅覆盖了浩瀚的广场，更是直入云端，恢宏至极，且全体金色，其中还有道道巨大的龙纹涌动，就像是无数条巨龙被封印在了其中，但又像是无数条巨龙在守护着那座堡垒。一眼望去，那简直就像是一座神殿。最重要的是，在这座堡垒面前，他好像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坚不可摧。其实青木山传承这么久，也有一座很厉害的守护大阵的，只是那座大阵与眼前这座相比，除了面积占据优势，其他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而这便是楚风他们所布置的大阵。星风，你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可就要去接你了。忽然，数道身影自地上飞掠而来，站在了独孤星风的身前，为首的乃是百里玄空。而除了百里玄空之外，当日一同离开去取标志的人都已经回来了。抱歉，途中出现了一些小麻烦，让诸位大人久等了。独孤星风很是自责地说道，毕竟大家照顾他，特意让他去了离青木山比较近的青木山，可是他仍然是最慢的一个，这让他很是惭愧。独孤掌教可成功了？南宫龙剑问道。成功了。独孤星风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盒子打开，其中便有着一个标志，这标志与楚风当日在青木山得到的形态有些不同，可却同样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太好了！见独孤星风也是成功，在场之人皆是笑得合不拢嘴。老祖，这便是楚风与几位仙人联手布置的大阵吧？南宫龙剑问道。是啊，星风，这座大阵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了不起的大阵，不仅可以抵挡5帝巅峰的攻击，更是拥有着38道攻击阵法，攻防一体，极为强大。而最重要的，它是出自我青木山弟子楚风之手。百里玄空为独孤星风介绍这阵法之时，神态与语气皆是非常激动，因为他知道这座阵法连天道府、人王府、地狱府都没有，可是他青木山却有，而这全都是拜楚风所赐。这座大阵与楚风一样，都将是他青木山永远的骄傲。我青木山能得楚风这样的弟子，真是我青木山之幸。此刻独孤星风也很是激动，激动的同时更是感叹不已。想当初楚风刚刚踏入青木山的时候，是何其弱小，莫说青木山之外的庞然大物，就算是青木山内的许多长老都可以轻易的抹杀楚风。那个时候尽管他已是被楚风的天赋所吸引，可他也不会想到楚风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长到今日的地步。可是忽然之间，独孤星风脸色又是一变，大阵已然布置完毕，练兵仙人他们都在这里，可是为何不见楚风？诸位大人，楚风呢？不解之余，独孤星风对众人问道。楚风小友为了布置这座阵法，几乎耗尽了自己的精神力，如今他很是虚弱，怕是需要休息一段时日才能恢复。练兵仙人说道。而在练兵仙人说这话的时候，无量仙人以及张明他们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惭愧之色。论辈分，他们都要在楚风之上；论资历，他们更是早就在几千年皆已成名。可是他们却非常清楚，布置这座大阵完全就是依仗楚风，他们几人所做的贡献加到一起，都不如楚风一人。这座大阵能够成功布置而出，全部都是楚风的功劳，这才导致大阵布成之后，楚风已是虚弱至极，精神力几乎是被彻底的掏空了。我可否去看看楚风？独孤星风说道。当然可以，楚风小友可也一直在担心着你，你若再不回来，我们可真要去找你了。南宫龙剑笑着说道。诸位大人，请。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手中紧握那个标志，向楚风居住的方向飞掠而去。他要亲手将这个标志交到楚风的手中。
见状，南宫龙剑、百里悬空等人也是急忙跟了过去。他们担心楚风是一方面，但此刻他们最期待的是5个标志已然凑齐，那5行秘籍内隐藏的宝藏究竟是什么？只不过当他们来到楚风居住的宫殿之后，却都是吃了一惊。楚风正生龙活虎的和雪发仙人聊着天，哪里像是虚弱至极的样子。掌教大人，您回来了，我还正想去咒土门接您呢。见到独孤星风，楚风也是一脸的狂喜，因为当他得知独孤星风还没回来后，便很是担心。在身体好转之后，便准备去找独孤星风，可是雪发却拦住了他，现在正在和雪发解释，他已经没事了，可以去找独孤星风。楚风，你无大碍了。此刻，练兵仙人等人都走了过来，看向楚风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妖怪。楚风2日前布完大阵，直接昏倒在地，精神力几乎透支光了，而精神力彻底耗光，对界灵师来说可是大忌，短时间之内很难恢复，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导致结界之术难有长进。最严重的，可能精神力再也无法恢复，就算其他界灵师强行灌输也是没用。可是楚风这又是什么情况？不仅没有造成损伤，而且还恢复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诸位前辈，不用担心我已经没事了，不信你们看。楚风笑着说道，似是怕他们不信，甚至当场开始运转自己的结界之力。而看着楚风那运用自如且极为充足的龙纹级、黄级结界之力，人们都是彻底相信了楚风已然无事。事实上，楚风的精神力的确是透支光了，换作寻常人，这种情况下也的确需要静养许久才行。可是楚风的精神力却是恢复的极快，而随着精神力的恢复，楚风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随之恢复。妖孽，真是妖孽！练兵仙人忍不住吐槽起楚风这惊人的体质，可众人此刻却皆是面带微笑，他们都替楚风高兴。事实上，就连楚风自己也很意外，因为这次精神力耗费的实在是太大了，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便恢复。换句话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楚风发现不仅自己的传承血脉厉害，自己的精神力似乎比传承血脉还要厉害。楚风既然已无大碍，那可否解开5行秘籍的秘密？无量仙人说道。楚风见状，独孤星风则是将自己手中那个标志递给了楚风。与此同时，百里悬空、南宫龙剑、雪刀狂魔3人也是纷纷将他们的标志取出，递给了楚风。好，楚风接过标志之后，又将自己的标志取出，随后单手捏诀，念出了一段咒语，5个标志竟然相互融合。而当5个标志彻底融合之后，竟然化作了一个如萤火虫般大小的光芒体。别看这光芒体很小，可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光芒体的厉害。5种标志虽然不见了，可却有着无数种人们看不懂的文字在那光芒体内漂浮着，而在场之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文字乃是远古时期的文字，每一个都蕴含着特殊的含义以及不俗的力量。看着这样的文字，心中都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就像看得多了、理解得多了，修为都会有所长进一样。然而，就在人们被这光芒体内的文字所迷住之时，楚风又念出了一段口诀，随后轻喝一声收，那道光芒体似被口诀所召唤，直接化作一道流光，射入了楚风的眉心之内。而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紧张的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的看着楚风。他们当真是紧张极了，因为他们知道此刻的楚风很可能已经知道了5行老祖所留下的宝藏与秘密。楚风怎么样？无量仙人追问道。成了，5行老祖果然是留下了东西。楚风说道。是什么？这一刻，众人一同追问道。还不清楚，不过只要到了奇石道场就可以知道了。楚风说道。奇石道场？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诸位前辈，可知道奇石道场是在何处？楚风问道。对于这个奇石道场，他还真是并不了解，知道只是那里已经荒废许久了，并且无量仙人的话并没有说完，并且什么？楚风忍不住追问道。并且那里曾遭过洗劫，几乎所有的宝贝都被人抢走了。若是5行老祖留下的宝贝在那里的话，搞不好已经被人拿走了。练兵仙人抢着说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继续问道。他已经听出这奇石道场的不同寻常。奇石道场以诸多奇石著称，但真正让其成名的，还是因为很久以前那里有着一个名为奇教的势力。奇教在巅峰时期可与3府抗衡，甚至曾在短暂的时期内超过了3府，跃为人族第一势力。不过奇教的辉煌很是短暂，因为奇教的第1代教主得罪了太多人，并且除了他之外，奇教便没有可以3府府主抗衡的强者，甚至奇教的其他强者都不如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们。所以在奇教的第1代教主死后，奇教实力一落千丈，无数仇家上门报仇，奇教不仅被灭，人们更是挖地万米来搜索奇教内的宝物，将奇教抄了个底朝天。一番扫荡之后，奇教不仅狼藉一片，更是有着无数死尸暴晒于外。后来倒是一个和尚看不过去，将奇教所有死者掩埋，将奇教被挖开的土地填平。这样一来，尽管奇教已然不在，可是奇石道场至少看着也没有那么恐怖和悲哀，并且奇石道场的确有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在无形之中庇佑着奇石道场，那里倒可谓是一处福地。所以过了多年之后，也曾有不少人想在奇石道场开宗立派，可每到夜间，奇石道场的底之中都会传来阵阵哀嚎，让人毛骨悚然，甚至常有怪事发生。人们都觉得是当年奇教之人惨死，冤魂不散，一切怪异皆是冤魂作祟。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哪怕是龙纹极界灵师去也是解决不了。所以渐渐的，再没人去奇石道场，那里被荒废了，荒废至今已有10万年之久。无量仙人说道。竟然过去这么久，这么久的事情会是真的吗？楚风问道。毕竟10万年太久了，种种传闻都可能是假的，
泰的传闻可能是假的，可是奇石道场的事情绝对是真的，因为那种诡异的现象，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练兵仙人说道：“我也曾去过奇石道场，想要一探究竟，可结果却是一场空。但可以确定的是，那诡异的现象的确存在。”雪发仙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又看向了无量仙人以及张明他们这些强大的界灵师，的确都去过奇石道场，是个奇特的地方，每个界灵师都想解开那里的谜团，若是解开那里的谜团，便可一战成名，真正的名扬天下。其实就算你不提奇石道场，我也想推荐你去那里看一看呢。张明说道。竟然如此诡异，得知事情的原委，楚风也是颇感意外，但同时对那奇石道场却是更加的向往，于是说道：“这么说来，这奇石道场还真是必须要走一趟了。况且我觉得五行秘技所藏的东西一定还在。”楚风说道：“也对，毕竟连5个标志都是那样隐秘，那真正的宝藏定然更为隐秘。就算奇石道场已被人翻了个底朝天，可那五行老祖留下的宝藏却未必已然被人拿走。”练兵仙人也是点头道：“楚风，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奇石道场？”雪发仙人问道。“我现在便去。”楚风说道。“这么急？”听得此话，众人都是一惊，相信诸位前辈与我一样，都很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五行老祖留下的宝藏究竟是什么吧。楚风笑着问道。“的确。”众人笑着点了点头。虽然楚风说现在就走，他们很是吃惊，可实际上这也正合他们之意。既然如此，那我们便走吧。雪发仙人说道。“前辈，此次我独自前去便可，不用劳烦诸位前辈。”楚风说道。“你独自去？”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愣。远古精灵与暗殿的战事已然愈演愈烈，我们作为同盟，不能一直袖手旁观，所以我想请求诸位前辈去支援远古精灵。至于这宝藏，我自己去取便可。取到之后，我会去精灵王国与诸位前辈会合。”楚风以恳请的语气对众人说道。虽然青木山安全了，可楚风却也是真的放心不下远古精灵那边。现在青木山的守护大阵已经布置完成，不再怕青木山遭受侵袭，我们也的确是时候去加入到远古精灵对抗暗殿的战争中了。可是若让你一个人去奇石道场，我们也放心不下。这样吧，楚风，我陪你同去。”无量仙人说道。“对呀，楚风，让无量仙人陪你去吧。”百里玄空也是说道。别看如今的楚风实力已经很强，可在他的眼里，楚风始终都是一个孩子，所以他放心不下。只是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保护楚风的能力了，若是陪着楚风真的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只会成为楚风的累赘。可是无量仙人就不一样了，不仅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如今更是一位7品武帝，这样的实力倒是可以保护楚风。楚风，无量仙人对奇石道场也是比较熟悉的，让他陪你也好。此刻南宫龙剑等人也是纷纷表示赞同。也好，那无量前辈，我们这就出发吧。楚风说道。好，走。无量仙人也是点头表示赞成。此事定下之后，楚风便与无量仙人立刻启程，前往了奇石道场。至于练兵仙人、雪发仙人、雪刀狂魔、南宫龙剑他们这些大人物，则是率领着青木山如今那1000多名武帝级的挂名长老，前往了远古精灵与暗殿的战场，去支援远古精灵。而在这些高手走后，百里玄空等人则是立即让青木山的众位长老以及弟子全部进入大阵之中。现在是非常时期，远古精灵都已烽烟四起，青木山就注定无法再过安宁的日子。而那么多高手走后，青木山战力亏损极大，剩下的人根本就没能力守护住青木山。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长老与弟子都躲入那大阵之中。